我前一秒还在边境角毒的炮火里飞升，后一秒居然被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硬生生拽回了人间。娘亲，你快醒醒，你不要牛牛和哥哥了吗？脑袋里那段不属于我的记忆像坏掉的胶片一样疯转，未婚先孕，赶出家门，活活饿死。哼，这种地狱难度的剧本也就只有老娘能接得住了。别哭了，哭得我脑瓜仁疼。既然老天让我占了这副身子，这2个小孩子以后我照了。宁家那帮吸血鬼，咱以后慢慢算账。身体机能已经逼近极限，我看了一下，家里连半粒米都找不出来。原主这是把最后的口粮绳给娃吃，把自己硬生生给熬干了。娘亲，我不饿，一点也不饿。这种懂事，在老娘眼里就是扎心的刀子。特警守则第1条，在绝境中寻找补给。坐以待毙不是我的风格。狗子，守好妹妹，娘去后山弄点吃的，最迟太阳落山就回来。听村里人说，这山上有猛兽，没人敢进。正好野外求生可是我在警校的满分科目，这大山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天然的顶级超市。越往深处走，空气湿度越高。36个野鸡蛋，第1批高蛋白补给到手。但这只能算零食，我需要的是能熬汤的硬菜。我捕捉到了微弱的水流声，这意味着水源，也意味着更高级的猎物。没网没鱼竿，呵呵，只要看准了水折射的规律，特种兵抓鱼靠的就是这股子快准狠。只要方法对，荒野就是金矿。15分钟，3条2斤重的肥鱼被贯穿，这下俩娃的命算保住了。看来我的出现已经引起了原住民的注意，到底是大餐还是大祸？下一集见。第2天一早，我就背着鱼去赶村口的牛车。这年头，搞钱比谈恋爱重要10000倍。心死了，刘叔，你怎么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让上车？这种生了野种的女人，离我远点。骂我可以，骂我孩子，你这是在阎王殿门口蹦迪，想死我成全你。对付这种从小被惯坏的极品，讲道理是浪费口水。在战场上，只有打疼了，敌人才会闭嘴，嘴巴再不干净，信不信我直接把它撕烂？你个贱人，居然敢打我！看着这娇娇女缩在角落，不敢再放屁，我心里那个爽。物理超度永远是最快捷的沟通方式。终于到繁华地带了，这空气里都是钱的味道，只要我操作得当，第1桶金就在今天。尴尬了，我背着沉甸甸的背篓，刚想摆摊，一个管事模样的人就伸出了手。摆摊居然要交2文钱租金，老娘全身上下连个钢绒都找不出来，特警生涯第1次被2文钱给难住了。钱付了，接下来就让这群古人见识下什么叫现代营销学对古代菜市场的降维打击。靠一筐死鱼卖出活鱼的天价，我是认真的。摆地摊最忌讳的就是扭扭捏捏，想要让人买，你得先把自己当成这瓦室的女王。想赚钱就得把面子撕下来，踩在脚底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新鲜肥美大鱼，买回去疼婆娘补身子，香的你舌头都要掉了。在现代，这叫情感营销。我精准锁定那些带孩子的、眼神犹豫的顾客，一套词儿下去，稳准狠。小娘子，你这鱼都死了，还能新鲜吗？大娘，这是昨晚刚出的水，算您便宜，3文钱1斤，回家给小孙子补补，多划算。吹捧、抹零、组合拳，古代大妈哪见过这种阵势？我这一筐鱼不到半小时，直接被抢得渣都不剩。嫂子，嗓门越大，口袋越鼓，跟着我喊。自己吃肉也不能让姐妹喝疯。在我的疯狂带叫下，冯霞的青菜也被抢空了。我数了数，107文纯利润。启动资金有了，重生后的第1桶金拿得踏实。下一步得赶紧置办点家当。这排场做的是大洲第1美男景王爷，切，长得再帅能有我的五花肉香吗？周围的人都在跪拜，只有我站在人群后，盯着那奢华的马车。我能感觉到帘子后面有一道清冷的视线。王爷虽帅但太远，现在的我只想用这100文给我的孩子们做顿最正宗的红烧肉。
锦王巡街，那排场确实大，但我心里清楚，权贵那是刀尖上的生意。我现在只想买肉、买粮、带娃。老板，切匀点，这可是给我家宝贝补身子的。赚钱如抽丝，花钱如流水，置办完必需品，手里就剩可利落的10文钱了。但这钱花的一个字，爽。娘亲，娘亲你回来啦，好香好香。看着这俩娃狼吞虎咽肉包子的样儿，我这心里酸的不行。以后老娘绝不让你们受半点委屈。穷苦人家1年都见不到荤，这顿红烧肉不仅是忌讳，更是对老宁家那帮吸血鬼的公开处刑。娘亲，妞妞的肚肚都在叫了，太香了。我端着油亮红润的红烧肉上桌，一家3口吃得热火朝天。肉香确实诱人，但麻烦也来了。这帮吸血鬼估计又要动歪脑筋了。吃饱喝足，我摸了摸怀里的2文钱，这种安稳日子只是暂时的，我得想办法把这小破屋彻底换掉。看着俩娃吃得满嘴流油，我这心里比立了2等功还美。在这个没有水的年代，这顿红烧肉就是我们母子逆袭的号角。汤虽鲜，但这破房子漏风，被褥发霉，入冬前不挣出几间大砖房，我这特警老脸往哪儿搁？宁瑶妹子长得真俏，嫁给我，我不许你带点拖油瓶，保你吃香喝辣。嘿，打死前妻的家暴男也敢来老娘面前开屏，真是厕所里点灯，找死了。搞钱是目前的第一要务，但我没想到，在这半山腰上，竟然撞见了一只闻着味儿过来的臭虫。既然你管不住爪子，那我就帮你彻底卸了它。格斗术第一准则，攻其必救。啊，我的手，你这奸妇敢打我？这种货色，不打服他，他就不知道这村里到底谁说了算。陈大牛，再敢招惹我，断的就是你的脖子，滚！看着他连滚带爬的逃走，我心里那股杀气才勉强压了下去。但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死神就到了。这种压迫感不是普通的野兽。我猛地回头，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已经切开了我颈部的空气。抵在我喉咙上的剑很稳，但这男人的脸色比死人还白。我是村里农妇，这剑有道沟，你再敢用力，半个肺都要被扯出来。你为何不怕？老娘在边境看过的尸体比你吃过的饭都多，这伤口再不处理就等死吧。我本想掉头就走，可身为警察的本能还是让我伸了手。救他纯粹是看那张脸太可惜。没麻药，咬碎了牙也给我忍着。这种伤口处理起来极其棘手，但我前世学的是最顶尖的战场急救，拔剑、清创、缝合，我比任何人都快。哪怕在最硬的汉子里，这家伙的毅力也算得上顶流。从头到尾，他硬是没喊出一个疼字。伤口包好了，能不能活看命。走了，后会无期。这个女人动作如此，眼神却清澈的像个谜。大周什么时候出了这种人？这种麻烦人物牵扯深了会丢命。我背起背篓，头也不回地扎入丛林。主子，此女发现了行踪，要不要处理掉？不必，她很有权，派人盯着。我原以为这次进山又是白忙活，可谁知在下山的必经之路上，老天爷竟然给我留了一份医疗费，救命之恩的报酬。这男人的谢礼挺硬核啊，50来斤的獐子肉，这可是全村1年的油水。老宅那帮红眼病怕是要疯了。50斤獐子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金矿，这救命之恩的枕巾我收得心安理得。娘亲，今晚真的能吃肉吗？今晚吃够，剩下的娘拿去卖了，给你们买糖果吃。看着娃渴望的眼神，我心里发酸。在古代，糖可是奢侈品，但老娘既然来了，就要给他们最好的。所谓商业逻辑，就是先用低价换取民心。宁瑶丫头，这肉卖吗？给我家老头子称2斤下酒。卖，8文钱1斤。乡里乡亲的，我这价格绝对全村最低。这叫建立群众基础。就在我计算发家致富的第一步时，安氏那老妖婆又踩着点出现了。宁瑶，你这没良心的，弄了这么多肉，居然偷偷卖了，赶紧给我留几斤，送去给家里长辈。分家的时候说2清了，想吃肉可以拿钱来，1文钱都不能少。习惯了从我这搜刮，
从今天起，我的东西你一根毛都别想摸。拿着这些钱，我就能买最好的弓箭，后山的大货迟早都是我的。安氏被我气得半死，但我知道真正的危机还在后面。宁家老宅那帮人正在憋大招，既然你们想玩大的，那我就去镇上买点新装备，陪你们玩个够。安氏回去一顿添油加醋，宁老太太那火气肯定爆表，但这宁家也不是全是烂泥。大妹，我刚从山上打柴回来，给你送一块。你那水缸空了没？我去挑买。哥，快坐下，今晚大妹给你炖獐子肉吃。看着大哥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我心里暖烘烘的。在宁家这狼窝里，他是唯一的温度。大妹，哥没本事，以后重活你喊我，千万别自个儿进深山，太险了。哥，你放心，现在的宁瑶，连阎王爷见了都得绕道走。但我心里清楚，在这个吃人的世道，靠人不如靠己。200文钱，这可是我全部的家当，但没枪没炮，这张弓就是我的命。手感不错，从今天起，深山里的所有猎物都是我的提款机。提着弓，我再次踏入后山，但这一次，我撞见了一对让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的狗男女。绿了原主的堂姐宁婉，还有那个吃软饭的苏子安，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这一箭，我是射偏呢，还是直接送他们去投胎？苏子安这普信男大概觉得我进山是为了找他哭诉，看着他那张装腔作势的脸，我真想给他来一箭。宁瑶，退亲了就别再纠缠，你已经毁了名声，我不可能娶一个不检点的女人。是啊，杨妹妹，别在子安哥哥面前晃了，怪扎眼的。这种没脑子的男人，也就是你们这2个极品能当成宝。我一句话没说，抬手就是一箭。格斗术第2准则，用实力让他们闭嘴。脸皮比城墙厚，脑子比芝麻小。我这是猎肉，你是废物，滚远点。顺便提醒一句，孤男寡女钻林子，是急着给宁家列祖列宗蒙羞吗？看着那对渣男贱女灰溜溜跑开的背影，我心情舒畅的想大喊一声，这种人只配待在垃圾桶里。今晚炖野鸡菌子汤，喝个痛快。就在我们母子3人在破屋里分鸡腿的时候，老宅那边终于憋不住了。娘亲，这鸡能卖不少钱，咱们留着买冬衣吧。是，娘说能打到，就一定能打到。你们的身体才是本钱。宁老太那边的阴招已经在路上，但我现在的实力足够把他们全家按在地上摩擦。终于忍不住了吗？吃饱喝足，第2天一早我就背着剩下的野物上集市，原始积累就从今天正式开始。宁瑶，你这破背篓里装的什么烂东西？这一股子土腥味，离我们远点，别弄脏了我们的新衣裳。又是这2个没脑子的，一个装白莲，一个当炮灰，真当我还是以前那个任人拿捏的软包子？爪子缩回去，我干什么用不着向你交代。想当家做主，回老宅找你娘去，少在这费。你个不知廉耻的破鞋，给宁家蒙羞！我问你是看得起你？既然你非要在大庭广众下丢人，我成全你。这种蠢货，在现代我连预审室都不让他进。我突然嗤笑一声，那笑声在寂静的山路上显得格外讽刺。周围赶集的村民纷纷侧目，议论纷纷。命云，你抹黑我确实爽，但你出门带脑子了吗？你什么意思？我这名声已经是谷底了，我不怕。可你还没出阁，有个名声败坏的堂姐传遍全镇。你看哪个好人家敢娶你这种家门不进的妹妹？聪明人都知道这种事要烂在肚子里，你倒好，生怕别人不知道，损人利己。你说你蠢不蠢？逻辑压制永远比泼妇骂街更有用。看着这俩蠢货消停了，我再次闭上眼，盘算着这一筐野味能换回多少银钱。古代的 CBD， 我来了。镇上的空气都飘着钱味，这些有钱人吃腻了家猪，我这老林子里的奸货，就是他们眼里的顶级奢侈品。奸商处理的不错，没坏肉。小娘子，这兔子怎么卖？野兔30文，野鸡25文，
这可是老林子里的活口，炖汤最补，1分钱1分货，您主家肯定识货。销售的本质是各取所需，不到1个时辰，253文沉甸甸的铜板就进了兜。这种原始积累的快感，比领工资爽。发家致富第一步达成，5斤猪肥膘炼油，10斤米面囤粮，最重要的是答应娃的糖果必须到位。小娘子，这糖精贵着呢，真要买1斤？包好，答应了孩子的事，我从来不食言。以前的原主连饭都吃不饱，糖果对孩子们来说就像天边的星星。今天我就要把星星摘给他们吃。后方10点钟方向，3个人，脚步虚浮，但气息杂乱，已经跟了我整整2条街了。这种低级的跟踪手段，简直是自寻死路。看来宁晚他们还不死心，非要给我送回门里。小美人，识相的陪哥几个爽爽，哥保证让你忘了那个野汉子，哈哈。既然有人急着送人头，那我就找个僻静的收了，活动一下手脚，刚好帮这具身子开开胃。嘴巴放干净点，你们是自己滚，还是让我送你们去见阎王？这种地痞流氓，我前世见得多了，对付他们讲道理是浪费时间，只有打断骨头，他们才知道痛。擒拿、折肢、踢裆不是花架子，每一招都是为了废掉目标的行动力。啊，我的脸，你这贱人居然会功夫，饶命啊！谁给你们的钱？谁让你们来对付我的？不说，我就把你这根肋骨踩碎了当柴烧。我察觉到上方有一道视线正在扫描我，但这不重要，审讯我才是祖宗级别的。是宁婉和宁云，他们给了500文钱，让哥几个饶命啊！500文，宁家这2姐妹还真是有钱。既然钱都出了，那我也不能客气，这清白费我收下了。滚！下次再让我看见，断的可就不是肋骨了。看着流氓屁滚尿流的逃走，我抬头看向阁楼，只看见一片消失的白衣。醒王吗？这救命之恩的利息，我是不是收的太少了点？主子，要属下去收场吗？不必，你看他的发力点，那是捕猎的姿势。这小农妇藏得比我还深。拿着仇人的买命钱去给自家娃买糖，这感觉简直爽到天灵盖。但我这人有个毛病，光拿钱不记仇，那不是我的风格。瞧瞧这2张脸，写满了算计落空后的嘚瑟，演技不错，不去拿奥斯卡可惜了。既然你们喜欢演，我就给你们加点重头戏。我宁瑶的人生信条很简单，你动我的清白，我就打烂你的脸。特警讲究速战速决，能动手绝对不吵吵。宁瑶，你疯了？凭什么无缘无故打人？你这个丧门星，我要杀了你！瑶儿，不过是拌几句嘴，你怎么能下这种狠手？我可是你姐姐啊！又开始了，这副受害者的姿态确实能骗过那些不带脑子的村民。想要证据，我就是证据。审讯心理学教过我，击溃这种伪善者的防线。为什么打你们？你们花500文雇流氓想玷污我的时候，怎么不提姐妹情了？你胡说，我们哪有那么多钱？你没证据，别含血喷人。瞧瞧这眼神，虚得跟漏风的墙一样。在这种自诩清高的宅斗玩家眼里，面子比命大。既然如此，我就把这层皮给你们撕烂。想要证据，行，跟我去县衙走一趟，把黄二那几个流氓拉出来对质，看县太爷是治我打人，还是治你们雇凶杀亲。跟我玩法律，我前世被刑法的时候，你们还没出生呢。宁婉的脸色瞬间从红转青，那种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狠劲，直接把他吓尿了。解决了这2只苍蝇，我心里那股浊气总算散了。牛车缓缓启动，我看着背篓里的糖果，嘴角微微上扬。这200多文利息只是个开始，剩下的债我宁瑶会一笔一笔的连本带利收回来。那娘答应过你们给你们买糖吃的，这么大了还没有吃过糖，这2个小宝贝也是可怜，他们拿着糖就跑出去玩了。我坐在院子中，本以为能过个清静午后，谁知铁蛋疯了一样跑过来。
我宁瑶这辈子最听不得的就是孩子的哭声，尤其是当这种哭声来自于我捧在心尖上2个宝子时，我全身的血都能烧成火。傻子，把糖交出来！我娘说了，你这种孩子只配吃土，这种好东西只有我能吃。在前世角毒都没这么恨过，这坏孩子完蛋了。在现代，我得讲纪律，讲文明执法，但在这种吃人的古代，拳头就是唯一的真理。今天我就教教你们什么叫教育。给我住手！谁给你的胆子动我儿子？这种从小被惯坏的小孩子，不揍一顿，他永远不知道什么叫规矩。宁家大房教不出来的礼貌，我来教。啊，疼死我了！你敢打我，我一定要让我娘揍你！狗子别怕，娘回来了。娘，糖没丢，给妹妹。傻孩子，糖不重要，你才是娘的命。以前的原主总说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我宁瑶告诉你们，在这个世道，人善被人欺，只有暴力才能换来尊严。宁辉只是个引子，既然宁家大房想玩大的，那咱们的账今天就一次性结清。看着孩子身上那渗血的伤痕，我心里的杀气再也压不住了。老宅那帮吸血鬼，既然你们非要上门找死，那就别怪我宁瑶心狠手辣。这笔血债，我不只要让宁辉还，我要让整个宁家大房血债血偿。看着宁寒这小鬼包扎伤口时一声不吭的样子，我这心里像被细针扎了一样。才4岁啊，就知道为了保护妹妹拿命去拼。以前的原主只教他们忍，那是怂，是自杀式的退让。但我这人的人生格言只有一条，谁让你流一滴血，我就让他还一盆。想要止住孩子的眼泪，光有母爱不够，得有实力。铁蛋，以后谁敢动他俩，你只管跑来告诉我，姚姨少不了你的糖。娘，好甜。打发走铁蛋，我知道是时候解决这俩孩子的身份危机了。天天被叫野孩子，谁也不好受。娘亲，我们的爹爹呢？爹？脑海里那个男人只有一个模糊的身影，管他是谁，播了种就跑的货色。这辈子最好别撞在我手里，否则我非让他知道什么叫断子绝孙。娘不知道他死哪儿去了，但你们记住了，以后娘给你们找全天下最高、最帅、最有钱的爹。要让全村的人都羡慕死我们。想要不被叫野孩子，第一步得有个体面的大名。狗子妞妞这种贱名好养活，但配不上我宁瑶的孩子。名字就是一个人的门面。宁寒，取自竹寒宁改节，宁心，有交其心。以后娘送你们去读书。娘，我一定考个功名回来，让你当最威风的官奶奶。我看着宁寒眼里的野心，就知道这孩子是个干大事的料。就在我们描绘未来蓝图的时候，院子外面准时响起了那种让人反胃的尖叫。大伯母，看来你屁股上的淤青散得挺快啊，这又急着过来送人头了。安氏这种泼妇，战斗力基本全靠分贝撑着。他一进门就说我心狠手辣，这种受害者逻辑我前世见多了。你要是跟他辩论，你就输了。哎呦，疼疼疼！宁瑶，你个丧门星，你敢打长辈，老天爷要劈了你呀！长辈，想当长辈先学学怎么当人。宁辉当众抢劫还伤人，大伯母，你教不出来的礼貌，我替你管管，那是替宁家祖宗积德。看着围观村民聚过来，我丝毫没有手软。对付这种泼妇，讲道理太慢，必须抓住他的命脉，让他不仅丢脸，还得肉疼。老宁家那个老太婆视钱如命，安氏手里却总有买糖的余钱，这中间的猫腻就是我今天反杀的武器。大伯母，奶奶可是说过，老宁家不准藏私房钱，全都要上交宫中。你这买糖的钱，难不成是大伯偷偷藏的？绝杀！要是让宁老太知道大房开了小金库，安氏今天这顿板子，那是神仙都救不了。两条路，要么跟我去衙门报个抢劫案，咱们搜搜宁辉身上的赃物；要么赔我30文医药费，再给你侄子道歉。安氏这种泼妇，战斗力基本全靠分贝撑着。他一进门就说我心狠手辣，这种受害者逻辑我前世见多了。你要是跟他辩论，你就输了。哎呦，疼疼疼！宁瑶，你个丧门星，你敢打长辈，
老天爷要劈了你呀！长辈，想当长辈先学学怎么当人。宁辉当众抢劫还伤人，大伯母，你教不出来的礼貌，我替你管管，那是替宁家祖宗积德。看着围观村民聚过来，我丝毫没有手软。对付这种泼妇，讲道理太慢，必须抓住她的命脉，让她不仅丢脸，还得肉疼。老宁家那个老太婆视钱如命，安氏手里却总有买糖的余钱，这中间的猫腻就是我今天反杀的武器。大伯母，奶奶可是说过，老宁家不准藏私房钱，全都要上交宫中。你这买糖的钱，难不成是大伯偷偷藏的？绝杀！要是让宁老太知道大房开了小金库，安氏今天这顿板子，那是神仙都救不了。两条路，要么跟我去衙门报个抢劫案，咱们搜搜宁辉身上的赃物；要么赔我30文医药费，再给你侄子道歉。我看着他像便秘一样痛苦的从怀里抠出铜板，心里那叫一个舒爽。以后谁敢动宁寒和宁心一根汗毛，安氏就是榜样。在这个时代，只有让恶人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他们才会知道怕字怎么写。苍蝇赶走了，世界总算清净了。我看着那一锅刚炼好的猪油，不仅是香，更有种属于胜利者的滋味。猪油的香味能传很远，但我没想到它竟然能把老宅里藏得最深的那场家庭内战给引燃了。拿着仇人的30文钱买肉包饺子，这味道简直是翻倍的爽。我要让2个小包子明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靠本事抢回来的肉，吃着才最有尊严。娘亲，妞妞是不是太笨了？哥哥包的那么好看，妞妞只会弄脏衣服。自卑是穷苦人家的通病，既然我占了这个身体，我就得把这俩孩子骨子里的奴性彻底拔出来。以后谁要是敢嘲笑你们，就用这一招打回去。看着俩娃重重点头的样子，我心里暖乎乎的。荠菜的清香配合猪油渣的霸道香味，瞬间征服了我们胃。我利索的给邻里送去2大碗。娘，我以后一定努力读书，等我当了官，全村的肉都给你一个人吃。读书，在这个连饭都吃不上的地方，这愿望烧钱的很。但只要这孩子有这股气，我宁瑶就算把后山搬空了，也得送孩子进最好的私塾。好戏才刚刚开始，老宅那帮吸血鬼估计已经闻到肉味了。姐，娘让我给你送点钱，你快藏好了，千万别让安氏瞧见。极品老太要查岗，二房竟然敢背着全家送钱。哼，老宅这场火，我看是要烧到房梁了。宁芬这小丫头看着瘦得跟柴火棍似的，性子却比炭火还烈。她顶着黑眼圈跑来，手里死死攥着一包铜板，说是娘熬了几个通宵赶出来的。拿着这些沉甸甸的血汗钱，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原主这亲娘和妹子虽然包子了点儿，但这心是真真切切贴在我身上的。芬儿，拿回去，姐现在有本事挣钱，别再为我操心了。姐，这是娘求了半天才攒下的，你现在带着俩娃，处处都要花钱。穷人的金情总是带着一股子心酸的狠劲。看着他那副不收钱就不走的架势，我只好改变战术。钱我不能白拿，那这顿饺子你必须吃。我直接盛了1大碗油炸荠菜饺子，死死塞进宁芬手里。宁芬闻着那霸道的油香味，嘴唇颤抖，眼眶瞬间红了。看着他蹲在角落大口吞咽的样子，我这心口像被人扎了一刀。老宅那帮禽兽到底把人逼成了什么样？慢点吃，以后想吃了就来，这饺子管够。宁芬走的时候，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躲着点人。让我千算万算，没算到安氏这老妖婆为了抓我的痛脚，竟然连蹲茅厕的时间都不放过。好啊，老二家这丫头居然去接近那个丧门星了，这碗里一股肉味，竟然背着我们吃独食。安氏一溜烟冲进厨房，对着宁老太就开始吹阴风。在这种极品窝里，嫉妒是最好的导火索。娘，老两家这是反了天了，背着您在屋里吃香的喝辣的，这是压根没把您这个当家主母放在眼里啊。看着宁老太眼中烧起来的怒火，我知道这场躲不过去的家庭风暴终于要彻底爆发了。极品老太要查岗，哼，我这火烧的正旺，你们既然想来送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砰的一声，二房那扇破门被宁老太一脚踹开。黑心肝的狗东西，你们敢背着我吃独食？宁家怎么养出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玩意儿？关键时刻，我那妹子宁芬没给我丢脸，她直接挺起胸膛，当众给了老太婆一个响亮的耳光，当然是用嘴抽的。这饺子是我姐给的，既然大伯母娘家给的东西不用交工，我姐现在是被赶出去的外人，她的东西凭啥要分给你们？哎呦，分丫头这话也有理。大嫂既然要立规矩，那大哥偷偷给你买的糖，是不是也得拿出来分分？狗咬狗，一嘴毛。大房想吃肉，四房想拉大房下水。这老宅里的利益博弈，比我前世经手的跨国案件还精彩。娘，既然这死丫头不把自己当宁家人，那老屋也别让她住了，把她赶走。那块地基卖了，还能换几两银子。给那丧门星3天时间，3天后不滚，我就直接带人去推房子。我宁家不养白眼狼。3天，在现代这点时间，连搬家公司都约不到。但在我宁瑶眼里，3天时间足够我给老宅送上一份灭顶大礼了。想要我的房？行啊，只要你们能承担得起，让整个宁家名声扫地、满门抄斩的后果，绝境反杀才是爽剧的标配。老太婆，安氏，你们准备好迎接特警的降维打击了吗？我看是谁真正滚出这个村子。宁家那帮吸血鬼终于下最后通牒了，限我3天内滚出老屋。别自责，安氏早看我不顺眼，就算没你，她也会找理由赶我。姐，你带着孩子住哪儿呀？住哪儿？哪怕住山洞，也比在宁家这狼窝里被生包了强。我算了下1两银子才1000文，以我现在的打猎进项，这日子确实得紧着过了。我手里攒了点钱，先去村里租一间。等老娘攒够了钱，非在这村里盖个最豪华的别墅，气死你们！宁芬担心我分了户就没人照，会被村里的二流子欺负。我冷笑，宁家什么时候给过我庇护？只有不断的剥削。分户必须分，以后我的钱才是我自己的。我直接拉着李正和宁家人把手续办了。宁老太那副嫌弃样，真是我见过最美的风景。宁瑶，这只因一恩，你可就不是宁家人了，想好了？想得透透的，这户今天非分不可。文书到手，我这无业游民的名头总算变成了独立户主。可刚出门，苏子安这阴魂不散的又蹦出来了。这秀才又想玩什么深情戏码？老娘现在的拳头可比以前硬多了。苏子安这家伙真是魔怔了，一边嫌弃我名声败坏，一边又掏出1吊钱让我去租房。宁瑶，拿去吧，一个女人带娃不容易，别逞强。拿你的钱？我是嫌手脏还是嫌命长？这种回头草喂猪猪都嫌老。拿回去，你的钱我消受不起。苏子安还没来得及装深情，宁婉和宁云这两姐妹就跟闻着臭味的苍蝇一样杀到了。哎，你快看，这不知廉耻的又在纠缠子安哥哥。宁瑶，你已经毁了名声，别再害子安哥哥被人指指点点了。拜托，是他自己凑上来的，想要男人赶紧领走，别脏了我的地盘。苏子安被我对的老脸通红，把火全撒在了宁婉身上，甩了甩袖子，直接走人。宁瑶丫头，住奶奶那儿，家里空着房，还能热闹热闹。行，吴奶奶，我不跟你客气，我这人最怕麻烦人，但吴奶奶这份情我记下了。搬家没用半个时辰，毕竟我也没什么像样的家当。房子是租的，命是自己的。接下来该去山上给吴奶奶弄顿像样的乔迁宴了。深山老林里有大祸，就看我的运气够不够硬了。刚安顿好家，我就一头扎进了后山。这弓箭200文花的真值，握在手里，老娘就是这山头的女王。一头90多斤的野猪正横冲直撞，我屏住呼吸，找准它脖子的死穴。漂亮，这一头起码能卖500-600文，明天的米粮钱有了。我不光弄了野猪，还顺手采了一大背篓黄芪和草药。吴奶奶看到我扛着野猪回来，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哎呦，我的老天！宁瑶丫头，你这本事也太吓人了。吴奶奶，今晚留块好的煮汤，剩下的咱就在院子里卖。消息传得比风还快，村里的王大妈第一个冲进来，
眼里冒着绿光，盯着那新鲜的野猪肉。宁瑶，这肉怎么卖？给大妈称2斤，8文钱1斤，比马屠户那儿便宜1文，绝对实诚。马屠户平时卖9文，我卖8文，大家觉得占了大便宜，抢着排队。一会儿功夫，30多斤肉就变现了。这叫薄利多销，不仅能挣钱，还能把村里的口碑立起来。我正忙得热火朝天，2个讨厌的身影又闻着肉味过来了。陈大牛他娘那张刻薄脸，一看就没好事。这老太婆想买便宜肉，呵呵，老娘的肉不卖给黑心的人。陈大娘这老婆子真是长了一张让人反胃的脸，家里穷还想摆谱，一张口就想让我再便宜1文。宁瑶，你这肉都剩1半了，放明天就不新鲜了，7文钱卖我得了。老娘就算拿去喂狗，也不给你们陈家占这便宜。8文，爱买不买，不买就起开，别挡着我收摊。陈大娘被我对的老脸发白，周围村民也开始起哄，说她太抠门。她闺女陈娟娟嫌丢人，硬拉着她买。半斤不到4个钱，你这是想让宁瑶把剩下的半个铜子也抹了吧？不卖半斤，起步1斤，没钱就别吃肉。陈大娘气得哆嗦，最后还是买了。我正准备把猪下水洗了，我那对窝囊父母就站在门口了。瑶儿娘，娘就是来看看你，肉你自己留着卖钱。还好亲娘还没彻底没救。您老太想吃霸王餐，窗户都没有。我当着他们的面把猪大肠和猪肺洗得干干净净，放了重料爆炒，那香味顺着风能馋死老宅那帮人。爹娘，肉没有，这些拿回去，记得在路上吃完，别给老宅留。第二天一早，我背着剩下的肉和那背篓草药去了镇上。肉卖得快，可药铺那小伙计却想赶我走。这背篓可是我辛辛苦苦挖的，要是没人收，老娘就直接在药铺门口摆摊。我刚要走，里边走出来个大腹便便的掌柜，他看我的眼神怎么跟见了财神爷似的。灵济堂的小伙计刚把我往外赶，下一秒那个挺着大肚子的掌柜就跟见了亲妈一样把我迎了进去。谢了掌柜，不用数，我相信您。拿了钱，我心情美得冒泡，正盘算着给娃买点啥。陈大牛，你是觉得断掉的那只手好利索了？滚开，别逼我动手。我正想教训他，暗处却有一道人影闪过。我不知道，此时叶瑾正在阁楼上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刚才好像听见杀猪叫，管他呢，回家给吴奶奶和俩娃炖猪蹄去。我买了1斤花生，配上没人要的猪蹄，炖了一锅浓香四溢的好汤。这和平的气氛还没持续多久，陈大娘就领着一帮看热闹的村民，气势汹汹地踹开了吴奶奶家的门。宁瑶，你这黑心肝的，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赔钱！见官，行啊，我也想问问县太爷，光凭冲突就能定罪的话，你刚才骂我那2句，该判几年？这帮古人觉得进衙门就是脱层皮，但我知道这案子没证据，县太爷要是敢判，老娘就敢掀了他的案板，赶跑了陈大娘那帮苍蝇，耳根子总算清净了。这种恶心事儿我没空复盘，搞钱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击。打猎虽然来钱快，但看天吃饭太危险，想要在这扎根，我得弄门长久稳定的生意。正发愁呢，宁芬这丫头就闻着味儿跑过来了，她一边帮我收拾野味，一边盯着厨房里剩下的半碗大肠。姐，你做的猪下水太绝了，明明是没人要的臭东西，咋能这么香？这种宝贝也就是你们不会处理。芬儿，你说这东西拿到镇上卖能成吗？宁芬眼珠子一转，这小妮子天生就有搞钱的嗅觉，她猛点头，但也担心这东西处理起来太费劲。只要洗得干净，调料给够，这就是满地的铜板。这买卖老娘做定了。吴奶奶和宁芬都愿意帮忙清洗，有了这2个靠谱的后勤，我的大肠帝国算是初步成型了。瞧瞧这老太婆的嘴还是这么臭。行，老娘的生意刚开张，正缺个垫脚石，你就自己撞上来了。这种宝贝明天做好了拿去卖，能卖15文1斤。听到这个价格，车上的笑声差点把老牛给惊了。在他们眼里，猪下水就是扔在路边狗都嫌脏的东西，我居然想卖肉价。你要能卖出去，老婆子我就跪下管你叫奶奶。行啊，我要是卖不出去，
今天赚的100文全给你。这种赌徒心态我见多了。既然你想要这100文买棺材本，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老脸着地。赌约一立，全车的人都不困了。吴小花还在那儿魂不守舍的打听业绩，我直接一个冷笑，让她自己去镇上做梦，随便挣。明天过后，我不仅要让你心疼钱，我还要让你这辈子见了大肠都得打哆嗦。回到吴奶奶家，我就忙得脚不沾地。宁芬和吴奶奶早就在等着了，3个人守着那几盆脏东西，洗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大肠必须洗7遍，这一步要是省了，明天的摊子就得被人掀到护城河里去。我升起来了，随着各种山里采的秘制香料入锅，那股子混合了油脂和辛香的卤味开始在院子里霸道的炸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张老太，你的膝盖现在就开始补钙吧，明天有你跪的。第二天一早，我带着这一筐卤的洪亮颤动的大肠进了瓦室。还没开张，张老太就仗着辈分抢了我的摊位，还一脸得意。位置好有什么用？这种没有水的年代，油脂的香气就是最好的广告，走哪儿火哪儿。香气是够了，但大家一听是猪下水，还是躲得远远的。张老太在一旁冷嘲热讽，说我这东西白送都没人要，免费试吃，不要钱，不香你吐我脸上。这种贪便宜的心理什么时候都管用。一个流着口水的小娃先没忍住，被我眼疾手快塞了一块进嘴。第一道心理防线破了。在这个连盐都贵的年代，这种复合香味简直就是降维打击。阿婆本来想拉走孙子，可闻到那股子霸道的香味，腿就挪不动了。尝了一块后，她直接拍出了15文。围观的人瞬间涌上来，宁瑶切肉的动作飞快，卤香飘遍了整条街。张老太的脸开始由黄变绿。别急，15文1斤，这可是老林子秘药配的，大补。我这儿正忙得手抽筋呢。码头那边过来一对穿绸裹缎的商船大汉，这些走南闯北的才是真正的大鱼。15斤熟下水，不到2小时清空。这一趟不仅赚了3倍的利润，还把口碑给立稳了。收摊，回村。接下来该去收割那声迟到的奶奶了。我坐在牛车上等了大半天，全村人的脖子都快伸成长颈鹿了。张老太这老婆子硬是玩起了消失。她大概以为只要缩着脖子不露面，那100文赌债就能像屁一样随风飘散了。跟我玩冷处理，这钱你就是藏在裤裆里，老娘也得让你掏出来。张家婶子，贵人多忘事啊，说好的回来给钱，怎么还得我上门提供取款服务？屋里死一般的寂静，直到我冷笑着准备踹门，张老太才黑着老脸磨磨蹭蹭的挪了出来。宁瑶，你这丫头怎么一点长幼尊卑都不讲？讲尊卑？行，那您就把这100文买命钱当成孝敬我这个奶奶的岁钱。张老太脸皮抽搐，放个屁都放不出来。她当着冯霞的面哆哆嗦嗦从裤腰带深处抠出一个布包，我一把夺过钱袋，当面点清。这种收割极品的感觉，比赚那200文卤大肠的钱还要爽快。这钱拿得舒坦，不仅把进城的路费赚回来了，还顺便买了一场笑话。以后谁想跟我炸刺，都得先摸摸自己的兜。要回了债，我心情再好的回家，杀了一只野兔，配上干菌子，炖了一锅浓香四溢的汤。可香味刚飘出来，宁芬这丫头就顶着一脸阴云进来了。芬儿，谁欺负你了？告诉姐，老娘撸袖子去拆了她。看着宁芬这副受尽委屈的模样，我心里的火蹭的一下就烧到了嗓子眼。这一步我算对了，光我自己分出来不够，老宅那帮吸血鬼如果不彻底断干净，永远都是这破日子里的隐患。别哭了，擦干眼泪，把汤喝了，咱这就商量怎么让那帮畜生这辈子再也沾不着咱家一点光。宁家老宅的内战布局正式开启，既然你们想一直吸下去，那我就把这根血管连根拔了。张老太那100文钱刚踹热乎，我这心里还没美够呢，宁芬这丫头就给我带回来一个炸雷，我那憨厚老实的大哥宁武亲事吹了。大哥宁武都20好几了，在古代这岁数还没成亲，那跟在现代35岁没对象一样，急得头发都能白了。姐，奶奶和大伯他们太过分了，明明说好了的人家，他们硬是不肯出那5两银子的聘礼。5两银子搁在有钱人家也就是一顿饭钱，
但在我们村，那就是一个体面媳妇的敲门砖。老宅那帮人平时吸二房的血比谁都快，到了出钱的时候，个个成了铁公鸡。我这大哥干活最卖力，全村数得上的劳动力，家里攒的那些钱，起码有一半是他流汗挣回来的。现在他要娶妻，家里居然说没钱。大伯他们说，大堂哥以后是要当官的，钱得紧着他花。大哥成亲还得占间屋子，以后大堂哥成婚住哪儿？听听这逻辑，真是气得我天灵盖疼。全家人累死累活，就为了供一个20多岁还是个童生的废物，这哪是供祖宗，这是在养蛊啊！大堂哥宁文读了这么多年书，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宁老太居然还做着以后当官奶奶的美梦。为了这虚无缥缈的念头，要把我大哥的一辈子都搭进去。芬儿，别哭了，这老宅咱们迟早得让爹娘和大哥分出来，跟着这帮吸血鬼一辈子都没出头之日。宁芬这丫头也是个烈性子，她虽然不敢跟老太婆掀桌子，但这心里已经种下了分家的种子。她一边咬着鸡腿，一边狠狠地说，等咱们生意做大了，就接爹娘出来。生意肯定会做大，但大哥的婚事也不能等。既然老宅想玩釜底抽薪，那老娘就来个反客为主。这5两银子老房不给，我宁瑶自己挣，但我挣回来的钱一分一毫都别想进宁家老太的兜。宁家老太安氏，你们想让我大哥打光棍，那咱们就看看最后到底是谁先过不下去。我那卤大肠的生意火得连镇上的野狗都能闻着味儿找过来，回头客越来越多，不到1个时辰，50斤下水就能全变现。可我知道这钱袋子沉了，某些人的心就该酸了。这种红眼病在现代见多了，他们不在乎你付出了多少汗水去揉搓那些脏肠子，他们只看到你每天进账几百文。在这些刁民眼里，你受穷是本分，发财就是犯罪。第二天一早，我背着新买的生下水准备上车，刚一抬脚，牛车上的气氛就变得像要爆炸一样。张老太这老婆子正领着一帮老娘们整齐划一的捂着鼻子，像见到了瘟神。刘老爹，你还载他干啥？这猪下水臭的都能熏死3头牛，咱们天天跟着受罪，以后谁还坐你的车？瞧瞧这演技，昨天我卖完大肠路过时，这帮人还想白蹭我的顺风车呢。今天看我买了50斤大货，这是打算联手把我封杀在村门口啊！刘老爹一脸为难，想替我说2句公道话，结果张老太直接放了狠话，要么宁瑶下去，要么全村人以后都不坐这趟车。你斗不过我的。刘老爹别为难了，这车我不坐了。我跳下车，拍了拍身上的灰。张老太在那儿洋洋得意，觉得断了我的进城路，我就得跪下求他。真是可笑，在老娘的词典里就没有妥协这2个字。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天天跟这帮碎嘴子挤在一起，我也嫌沸腾，不就是嫌臭吗？行，等老娘买了私人座驾，你们就是求着我，也别想闻着一点肉香味儿。赚钱是为了生活，但花钱是为了尊严。这桩生意我要做大，谁也拦不住。被牛车封杀的第1天，我没哭天抢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道，靠山山倒，只有靠自己赚来的银子才是真的。大壮，你慢点儿，拉车呢，别闪着腰。姚妹子，大壮每天都得去镇上干活，往后你坐他的车，看谁还敢给你脸色。这世上总归还是好人多，比起那帮只会红眼病的碎嘴子，翠兰嫂这种雪中送炭的才叫真娇小心。我二话没说，直接提了工钱的事。驴车跑得比老牛快多了，我正盘算着怎么扩大生意规模，路中间突然出现个穿长衫的挡路人，苏子安那张写满了怀才不遇的脸，真是坏了我一早上的好兴致。宁瑶，你一个未婚女子，竟跟个陌生男人单独坐一辆车，你还要不要脸了？瞧瞧这语气，简直让人不舒服。别管我，这苏子安他不是有什么执念，当初退婚的时候比谁都快，现在看我坐个驴车，他倒装起正经人来了。你就这么看着我？苏秀才，你管得也太宽了吧？我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坐个车都能让你这么激动，你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苏子安被我对的老脸涨红，半个词儿都憋不出来。
他大概觉得我这辈子就该躲在阴暗角落里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红光满面的去发财。男人啊，就是这样。以前的原主卑微到土里，他正眼不瞧，现在我活出了自我，他倒觉得我每一个动作都在针对他。你这个不知检点的女人，你会后悔的。后悔？我这辈子字典里就没这2个字。这种自恋型人格，多看一眼都是对眼睛的侮辱。我这正忙着奔向财务自由呢，哪有空陪他玩这种酸掉牙的闹剧？驴车只是暂时的，等我手里的银子攒够了，我要买全村最贵的座驾，让那帮红眼病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本事。手里的银子攒到了快5两，第一步是买个像样的代步工具。买驴要看耐力，买马要看爆发力。后方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惊叫声，10点钟方向，时速起码40公里，避无可避，只能强行卸力了。瞎了眼的平民撞了你都是活该。真当大周律法是你家开的？道歉，然后赔医药费。他觉得我这种小农妇连他马蹄下的泥都不如。右手发力，重心前倾，教你什么叫近身防卫。一双大手突然在半空中死死扣住了那条马鞭。又是他，这出场确实该给个满分。这出场我给100分。前世那些电影里的慢镜头都没他这一下带劲。可他不是那个一出门就被追杀的倒霉蛋吗？怎么这会儿气场强的像这镇上的天王老子？刘兆在地上疼得杀猪叫，还想搬出家里的背景吓唬人。叶瑾连正眼都没瞧他，直接反手一皮鞭抽在刘兆脚边，那力道石板路都裂了缝。大夏律法，骑马伤人等同伤残。既然你这么喜欢仗势欺人，本公子不介意先拆了你的狗腿，再送你去衙门聊聊。这男人霸道起来确实有点勾人，不过老娘可不是那种被救了就想以身相许的小姑娘，医药费才是硬道理。叶瑾像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一脚把刘兆踹到我跟前。那恶少刚才还威风凛凛，这会儿却哆哆嗦嗦从怀里掏出一锭沉甸甸的银子递过来。叶公子，谢了，这救命之恩，我是越欠越多了。我不怕你欠，只怕你想跟我两清。这种充满磁性的低音炮在我耳边环绕，饶是我这种见惯了大风大浪的灵魂，也有那么一瞬间心跳超速。这男人绝对是个深水炸弹。这种时候要是再逞强说我自己能行，那就真的矫情了。我骑马回家的姿态有多威风，落马时的尴尬就有多窒息。还没等我落地，明心和宁寒这2个小祖宗就跟发射的小炮弹似的冲了过来。哇，娘亲，你带回一个美人叔叔。星儿，咱能矜持点吗？你这眼神，活脱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花痴。老娘的警察基因，你是一点没继承，全藏在颜控上了。宁寒这小鬼倒是不一般，小小年纪眉宇间居然透着一股子老成，这一大两小，五官怎么越看越像？这位叔叔，是你救了我娘吗？算是吧，以后叔叔会一直保护你娘。哎，叶王爷，你这台词越界了啊！这种当面宣誓主权的戏码，谁给你发的剧本？还没等我吐槽，明心这丫头已经彻底沦陷了。她直接跑过去拽着叶瑾的衣角，那声音软得像麦芽糖，直接把叶瑾这个杀伐果断的男人给化了。美人叔叔，你长得这么好看，干脆留下来给我们当爹爹吧，娘亲做饭可好吃了。明心，闭嘴！空气瞬间凝固，我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宁寒在一旁虽然没说话，但眼神里居然透着一种这提议好像也不错的默认感。既然星儿邀请了，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瑶儿姑娘今晚吃什么？瑶儿姑娘，谁准你这么叫的？你这顺杆爬的速度，快赶上我抓捕时的警车了。为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我只能撸起袖子下厨。家里没肉，只有几根茄子和刚炒好的野鸡蛋。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要是以后真有这么个爹，咱家这2个包子是不是真能横着走了？兜里揣着刘兆培的那10两银子，我感觉走路都带风。在大周国，这笔钱够普通人家不吃不喝攒5年。既然村里的牛车想封杀我，那我就给自己配台私人座驾。买驴这事儿我有经验，得挑耐力好的。这头小毛驴虽然个头不大，但眼神清亮，拉个几十斤大肠进城一点问题都没有。5两银子成交，这买卖值。买了车，我转头又去了布店，看着那些5颜6色的细棉布，我脑子里全是2个小包子穿上新衣裳的样子。宁瑶豪气的挑了3匹布的蓝色稳重给孩儿，粉色娇俏给心儿，还有给吴奶奶的褐色。掌柜的笑得合不拢嘴，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我这双拿惯了枪的手缝不了衣服，这活儿还得回老宅找我那包子娘。不过带血的布料我不要，我要的是全家人的新气象。我赶着崭新的驴车回村，这动静比过年还招人稀罕。刚到村口，我就撞上了那辆慢吞吞的牛车，张老太那帮人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张老太撇着嘴盯着那头毛色锃亮的小驴，心疼的像在滴自己的血。哟，宁瑶丫头，这小驴个头这么小，拉得动你那筐臭大肠吗？5两银子，我看你就是被城里人给骗了。这种酸味儿，隔着3里地都能闻着。老娘买不买得起是我的本事，你那100文钱赔的还不够疼。那几个以前挤兑我的妇人，一见这新车，居然不要脸的围上来想蹭个顺风车。我长鞭一甩，直接把他们当成了路边的垃圾。宁瑶鞭子空抽一声，啪的一声脆响，吓得他们连连后退。想要搭车？行啊，1趟3文钱，跟牛车一个价，没钱就起开，别挡着我福宝的路。没错，这头驴以后就叫福宝了。我赶着车飞快地掠过那帮目瞪口呆的邻居，看着他们吃土的样子，我心里那叫一个爽。人善被人欺，既然你们当初联手封杀我，那老娘就把这小气的名头坐实了。宁瑶在斜阳下扬长而去，福宝的蹄声清脆悦耳。宁心和宁寒站在吴奶奶门口欢呼。装备升级完毕，下一步该回宁家老宅，把那笔该算的旧账清一清了。挣了钱不回家显摆，那跟锦衣夜行有什么区别？我拎着热腾腾的肉包子和新裁的布料，阔别已久的踏进了宁家老宅的大门。热腾腾的肉包子和新裁的布料，带着我所有的心意。我爹娘和大哥在宁家就是头拉磨的驴，这种畸形的家庭，如果不改变它，都对不起原主这身血肉。我还没开口跟娘说话呢，安氏那个宝贝疙瘩宁辉就窜了出来。这孩子大概是觉得老宅是他的地盘，捡起石头就往我身上砸。坏女人，扫把星，滚出我家！这种不懂规矩的孩子，如果不好好管教，长大了就容易走上歪路。既然安氏不会教，那我就好好教教他什么是规矩。我没惯着他，在他准备投第2块石头的时候，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直接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拽了过来。谁叫你拿石头砸人的？没教养的东西，老娘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规矩。我对着他的屁股轻轻拍了2下，以示惩戒。宁辉的哭声瞬间响彻云霄，惊得房顶的土都直掉。宁瑶，你这丫头，你敢打我的宝贝儿子，老天爷要劈了你啊！劈我？他刚才差点砸瞎我的眼，这就是正当防卫。大伯母，你要是再敢多嘴，我就别怪我不客气。这种严厉管教的效果是明显的。我把哭得直打嗝的宁辉往安氏怀里一放，眼神扫过全场，没一个人敢吭声。娘，这是给你们买的，以后不用看别人眼色，谁敢克扣你们的口粮，你告诉我。老实了一辈子的娘，看着布料手都在抖。想要带他们走，这个念头在我心里从未如此强烈。只是我万万没想到，我那小弟宁浩居然也对我横眉冷对，甚至说我不检点。连亲弟弟都被洗脑了，看来老宅这棵枯树已经从根上烂透了。看着宁家全家老小围着那个宁文转，我真觉得自己像是进了个大型传销窝点，
这宁文穿的倒是斯文，可读了这么多年书，也还是个没名分的童生。瞧瞧这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家出了个状元呢。这宁文在县里念书，1年到头不着家，一回来全家都得当祖宗供着。宁老太一张嘴，就让我大伯母安氏去抓只鸡杀了。听听，那是老宅下蛋的鸡，平时二房想闻个味儿都要被骂。我这心里真是替我哥宁武憋得慌。大哥成亲要5两银子聘礼，老太太说家里没钱。宁文一回来，杀鸡炖肉，眼睛都不眨。这就是老宅的财富逻辑，全家2房3房拼死拼活干活，最后血汗钱全填进了大房这个考不上的坑里。这地儿没法待了，在一起住的越久，我爹娘和大哥就被吸得越干。分家，必须分家。我回了我奶奶家，把这股子浊气全吐了出来。宁文回来倒是好事，老宅那帮人的注意力全在他身上，老娘正好腾出手来，多赚点养老钱。吃吧，咱自己挣的钱，吃的才叫真痛快。宁文是宁家的指望，而钱才是我宁瑶的指望。明天生意还得继续做大。老太婆、安氏，你们就继续做你们的状元梦吧。等老娘盖了大房子，看你们拿什么来蹭。老太婆这会儿总算反应过来了，她看着宁辉红肿的屁股，那是心疼的想死。但看到我手里扎实的棉布和传闻中的钱袋子，她那是贪得想疯。打了我的乖孙，没个几10文买肉钱，你今天别想出这个门。你这死丫头，挣了黑心钱就忘了祖宗。买肉钱？老娘的钱是用来买你们狗命的，不是用来养肥你们的。既然你们喜欢按价赔偿，那咱们就按市价谈谈。我一步跨到宁老太跟前，气压直接拉满，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报出了那天刘兆赔给我的价格。刘兆撞了我，赔了10两。奶，你要是想讹钱，我也不介意把宁辉的一条腿打断。一条腿10两，一根胳膊5两。奶，你打算卖他身上哪块零件？我现在就付账。看着他们老脸垮得像烂西红柿，我心里冷笑，这种人就是欠收拾。你跟他讲亲情，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才知道什么是怕。10两银子买他家绝后，这笔买卖其实我也能做，只要他们敢点头，我就敢动手。大哥回来了，文儿回来了。这声尖叫简直救了安氏的命。这个被全家吸血供出来的读书苗子，也就是安氏的大儿子宁文，终于穿着他那身虚伪的长衫，衣锦还乡了。老宅的太阳回来了，这帮人肯定又憋着坏，想拿我刚赚的钱去供这个草包读书。我冷眼看着这出全家欢的戏码，默默收紧了手里的布料。既然宁家的顶梁柱回来了，那这出分家大戏只会比之前更精彩。伪君子到齐了，那咱们的账正好一并算个明白。自从有了福宝这头小毛驴，我出摊的速度快了1倍不止，这猪下水的名号在镇上算是彻底响了。每天还没摆稳呢，一堆人就拎着碗在后面撵。这生意火得让我有点害怕，再这么下去，全镇的猪大肠估计都要被我承包了。我正打算收摊回家呢，楚一这大忙人又急吼吼地冲过来了。公子，实在抱歉，今儿个赶驴快了点，已经全卖光了。这楚一可是个老主顾，人爽快，给钱从不含糊。看着他这一脸愁云惨雾的样，我这心里还真有点小歉疚。楚一叹了口气，把我拉到一边，神神秘秘地开了口。他说他家主子胃口不好，其他东西都吃不下去，就认我这口大肠。宁姑娘，帮个忙，去我府上露一手，我出1两银子成吗1两银子做顿饭，这哪是请厨子啊，这是请财神吧？
老娘前世出任务都没拿过这么高的时薪。我看他确实急得不行，再加上这确实是一笔横财，干脆大方点。既然要做，就不能只做一盘大肠，还得弄点开胃的清淡小菜。宁瑶利落的转头去菜摊上挑鱼选虾，鲈鱼要活的，虾要跳的。他拎着一篮子战利品，跟着楚一进了一个深宅大院。这院子够气派啊，清幽雅静，到处透着一股子老子很有钱的味道。看来楚一背后的那个男人不仅长得好，背景也硬得很。楚一没带我去见他夜景，估计是怕我这一身油烟味熏着贵人，我也乐得清静。直接扎进厨房，开始展示我这前特警的野外生存顶级厨艺。宁瑶挽起袖子，手法娴熟的处理鲈鱼，刀光闪烁；切白菜、剥虾仁，动作行云流水，快得让人眼花缭乱。王爷胃口不好，那是他没遇上老娘。今天我就用这几道家常菜彻底收服你的五脏六腑。厨房里香气开始四溢，而此时在榻上看书的叶瑾鼻子突然动了动。这府上的厨房大的能跑马，调料也全，我干脆利落的整出了4菜1汤，这都是开胃的神菜。大肥肉吃多了腻得慌。楚一把菜端走的时候，眼神里全是期待。没过一会儿，楚一就踩着轻快的步子回来了。怎么样，你家主子吃了吗？吃了，全吃光了。我都好久没见主子吃得这么快过。那必须的，老娘的独门秘方，加上这点心思，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动筷子。原本以为这就是一桩1两银子的买卖，结果楚一从怀里摸出一坨银子，直接塞到了我手里，沉甸甸的。公子，这是1两。主子高兴，这是10两。说宁姑娘的手艺值这个数。卧槽，10两！我做个大肠得卖多少斤才能赚回来？这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简直是行走的提款机啊！我这人恩怨分明，这么大的赏赐拿着虽然烫手，但我确实付出了劳动。我心里美得冒泡，转头就在集市上大采购。虽然我搬出来了，但那帮吸血鬼还没除干净。这顿肉我得带回去，当着全家人的面，正大光明的给我爹娘补身子。一进村，我这驴车上的肉香就盖不住了。那些碎嘴婆子指指点点，说我挣的是黑心钱。你们尽管钻，老娘的肉，老娘的钱，你们这辈子也只能在梦里见着。这顿丰盛的午饭，到底会引出老宅什么样的歪心思？老太婆，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怀里揣着那10两银子的巨款，我赶着福宝回村的步子都轻快了不少。既然发了横财，那就得让真正对我好的人尝点甜头。我顺路买了3斤大肥肉和几根筒子骨，这阵仗在村口直接炸了锅。瞧瞧这帮人的眼神，恨不得直接扑上来生啃。老娘凭本事挣的钱，吃点肉怎么了？这只是开胃菜，好戏还在后头。我回屋就炖了一锅萝卜焖肉，那肉香味顺着风直接飘到了隔壁老宅。2房的人干活回来，一个个被馋得眼珠子直发绿。爹，大哥，你们尽管吃，这钱是正路来的，往后咱家的日子顿顿都能有肉。看着我爹那老泪纵横的样子，我这心里更坚定了，这老宅就是个吸血池，必须尽快带他们跳出来。可我这儿刚吃上肉，老宅那边就开始憋坏水了。安氏那张臭嘴在宁老太耳边一吹，这俩人直接打起了我猪下水秘方的主意。娘，那死丫头挣了那么多，都不晓得拿回来孝敬您。让二弟去说，把那方子要过来，咱全家发财啊！想要我的方子？你们这算盘珠子都要崩到我脸上了。这可是老娘在大周国的立身之本，想要？行啊，拿命来换！宁老太被说动了，老脸一横，觉得天经地义。他居然觉得宁家养了我这么大，我这挣钱的手段就该是宫中的资产。这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抄家的。行，既然你们想玩大的，那老娘就给你们准备点重口味的。我正蹲在院子里刷大肠呢，第一遍的脏水又黑又臭，熏得苍蝇都绕道走。就在这时，宁家那帮吸血鬼组团上门了。宁瑶，别刷了，把那做猪下水的方子写出来，交给我。往后宁家大房4房一起卖，
你也算尽了孝心。瞧瞧这理直气壮的样儿，简直是无耻界的奥运冠军，要我把发财的方子给仇人。您这白日梦做的挺有创意啊。宁芬在一旁气得想上去拼命，被我一把拦住了。我这种搞特警的，最不屑的就是打嘴仗，能动手解决的绝对不浪费口水。我猛地起身，端起那盆积攒了整整20斤大肠精华的生化武器，对着这帮极品就是一个完美的180度横扫。能动手解决的绝对不浪费口水。这就是我的方子。第一步，洗干净你们那颗又黑又臭的心。那股子原始的发酵过的恶臭瞬间炸开，安氏当场就吐了。宁婉洁白的领口上挂着不明物体，哭得像死了亲爹。还不滚！是等我请你们吃第二盆，还是等我拉李正来评评？宁老太气得浑身哆嗦，可那一身的恶臭让他连骂人的底气都没了。郑家不愧是镇上的首富，100斤大肠的订单，那是为了给郑老爷娶第18房小妾办喜宴。救救我，姐姐救救我！我不想嫁给那个老头子。这剧本我熟啊，强抢民女。看着这女孩才15、16岁，正是我前世保护未成年人的职业病发作的时候。我把那女孩护在身后。朗朗乾坤，你们郑家想光天化日之下抢人，眼里还有没有王法？郑老爷子顶着个秃头，挺着个大肚子晃了出来，可看到我的一瞬间，那对绿豆眼里居然冒出了恶心的光。嘿，这小娘子够野，本老爷喜欢。既然18姨太不听话，那就把你留下当第19个吧。连老娘这种带刺的玫瑰都敢肖想，你是嫌命太长，还是嫌家里风水太好？郑老爷一挥手，几十个护院护卫直接把退路封死了。这可不是村里的土包子，这些人手里是有真家伙的。这次完蛋了，叶锦那个大麻烦要是再不出现，老娘今天真得在这上演一出火烧郑家府了。关键时刻，一股熟悉且冷冽的寒压席卷全场。是那个男人来了吗？郑老爷那几百斤肥肉眼看就要压过来，我手里那把砍柴刀已经对准了他的脖子。就在我准备在这政府大闹一场的时候，一抹清冷的白影直接震碎了全场的杀气。郑老爷，本公子的朋友，你打算怎么安置？这男人出场自带 BGM 啊！郑老爷吓得扑通一声就跪了。走吧，这地儿脏了你的眼。他拉着我的手往外走的时候，我心跳快得像装了马达，这感觉比我前世拿格斗冠军还带劲。一走出政府，我那股子特警的硬气又回来了。虽然这男人救了我，但这种拉手杀实在是让老娘老脸一红。下回别再来这种地方，有事直接去东巷找我。谢了，这份人情我记下了。记下是记下，但老娘得赶紧撤。这种极品男人离得越近，我的降智风险就越高。脱离了豪门危机，老娘的小金库又多了15两。这回村的路怎么走都觉得步步生莲。哟，这不是宁瑶吗？怎么穷的只能来蹭书屋看书了？买这些东西，你家那点钱够吗？别打肿脸充胖子。我买多少用不着你操心。你哪来这么多钱？不可能。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这书屋，这房子，我都会给你最好的。我正计划着盖房呢，铁蛋就跑来报信，说我那宝贝儿子又被孙二狗那小畜生打了。我火气蹭的一下就烧到了头发丝。感动我的娃，看来老娘在村里立的威还不够稳啊。孙二狗他娘，吴桂芳正巧也赶过来了，那张大嘴一张就是想讹钱。宁瑶，你儿子把我二狗吓坏了，没个1两银子，这事儿没完。讹我？行啊，老娘现在手里最不缺的就是银子。我当着全村人的面，直接从兜里拍出一锭白晃晃的银元宝，
1两太少，这儿有10两，吴桂芳，把你儿子揍一顿。这10两就是你的。你说真的？这泼妇居然真的心动了，这就是人性。在绝对的利诱面前，连亲儿子都能卖。孙二狗吓得当场尿了裤子。这就是差距，这种家庭养出来的种，永远都是烂泥。孩儿，记住了，只要娘在，谁也别想动你一根汗毛。春耕农忙，我这做闺女的也得尽尽孝心。我捏了几个加了肉丁的锅巴饭团，熬了一锅浓白的骨头汤，赶着驴车就去了田头。爹，大哥，趁热吃。我这二房的爹和哥平时受尽了白眼，今天老娘就要让他们在这田埂上找回男人该有的体体面面。三叔四叔在一旁咽口水，连我那平时不可一世的爷爷您老爹都忍不住往这边蹭。我盛了一碗汤递过去。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大肠味吗？他这话还没说完，草丛里突然窜出一条碗口粗的大水蛇，嘶嘶的吐着信子。宁云直接瘫在了地上，连苏子安这个书生都吓得直往后躲。我身形快如闪电，直接在草丛里精准掐住了蛇的7寸。送上门的肉哪有放过的道理？叫什么叫？晚上请大家喝蛇羹补补脑子。我拎着那条死透了的大水蛇，在全村汉子惊恐又崇拜的眼神里，赶着驴车扬长而去。抓蛇只是热身，手里攒了快40两银子，老娘的别墅梦也该落地了。夕阳西下，我带着2个小娃回到吴奶奶家，桌上摆着还没裁完的细棉布，院子里是叽叽喳喳的小鸡仔。吴奶奶，芬儿，准备一下，咱要买地盖房了，要盖就盖全村最大的。收拾了吴桂芳，我看着几个孩子，想着是该把自家的房子整起来了。兜里有了40两银子，老娘看这地皮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在古代，土地就是命根子，既然要盖房，我就没打算憋屈自己。3亩地，在这个村里绝对是帝王级别。我要盖的不是土坯房，我要盖的是那种带花园、带排水系统的现代别墅。姚丫头，3两银子1亩，这可是咱村最肥的地儿，你真要3亩？签契约吧，李正。我要地契上只写我宁瑶一个人的名字。契约刚盖上红印，闻着味儿的宁老太就杀来了，她身后跟着安氏，俩人走出了老宅拆迁办的气场。李正啊，这死丫头不懂事，宁家还没分家，这地就是宫中的。瞧瞧这不要脸的样，当初赶我走的时候说1刀2断，现在看我买地了，又开始跟我谈家族荣誉。来，地是我拿血汗钱买的，想入股？行啊，先把我买地的15两银子报销了。听到要掏钱，宁老太那哭声戛然而止，变脸比翻书还快。她那点棺材本，连半亩地都买不起。没钱就别在这儿刷存在感，这3亩地，就算老娘用来养狗，也不会给你们老宅留半块砖。地基到手，老娘的别墅梦正式开工。可这图纸怎么画，得让这帮古人好好开开眼。在现代，老娘可是参与过营房改建的。古代这种排水靠天、通风靠烟的房子，我是真住不惯。工头说我这是在修仙，我告诉他，只要银子管够，在这土坡上也能盖出5星级标准。工地上热火朝天，我爹和我哥累得满头大汗，却一脸自豪。可总有些苍蝇非要在这白面馒头里掺沙子。姚丫头，这房子盖这么大，我看不如给文儿留2间，她在县里读书需要静心。老娘辛苦盖房是为了让我爹娘享清福，不是为了给那个废材提供考场包间。大伯母，你是想让我送你去衙门告个入室抢劫吗？安氏被我这股杀气吓得魂儿都飞了，全村的汉子都看呆了，他们大概没见过这么硬核的女房主。杀鸡儆猴这种事，老娘在警校就玩腻了。往后谁再敢打这房子的主意，这块砖就是他的下场。房子盖到一半，最缺的青砖居然断货了。就在我犯愁的时候，那个大麻烦居然又出现了。镇上的砖窑居然在这个档口掉链子，说好的2000块青砖迟迟不发货。我正打算去砸了老板的招牌，叶锦那家伙竟然带着车队出现了。
听闻姚二姑娘缺砖，正巧在下路过砖窑，顺手买了一点，送给姑娘何钱？顺手？这可是全镇最好的官窑青砖，大哥，你这顺手的代价起码得5两银子，这人情真是越欠越大了。我这人最怕麻烦，可看着那一堆救命的砖，我这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叶瑾也不客气，直接在工地旁找了个阴凉地儿，当起了临时监工。这种格局，你是怎么想出来的？睡觉想出来的。叶公子，砖我收了，等房盖好，请你喝蛇羹。这种暧昧的空气在工地里乱窜，连我那憨大哥宁武都在旁边嘿嘿直乐，我心里乱成一团，只能化尴尬为生产力，盯着工人砌墙。宁瑶啊宁瑶，稳住！男人只会影响你盖房的速度，可这男人的砖是真硬气，这心好像也是真诚的。若是不够，东巷那边还有。老宅那帮人要是看到这些官窑砖，估计得极度的原地飞升吧。我这人有个原则，既然人家给我卖力气干活，饭碗里就得见着油心。每天2顿大肥肉片子配白米饭，香味儿顺着风能飘到隔壁村去。这种高热量补给在现代是家常便饭，但在古代这就是顶级生产力。我那二房的爹和哥这辈子头回挺直了腰杆子吃饭，可这肉香味儿就像钩子，把老宅那帮吸血鬼的胃酸都勾出来了，最后干脆直接躺地上了。宁瑶啊，你这黑心肝的，你亲奶奶快病死了，你竟然躲在这里喂野汉子吃肉啊！瞧瞧这演技，放在好莱坞都能拿个最佳碰瓷奖，不就是想吃肉吗？行，正好老娘在大山里采了些清热解毒的好药材，来，这是我特意为你熬的回魂汤，加了3倍的黄连和草药灰，保证药到病除。就让您老太打了个寒战，我做事要往她嗓子眼里灌。我不喝，我好了，我这腿突然就有劲儿了。看来这肉香味确实能治病，但我这药味儿更能救命。没那个胃口，就别来操这份心。老宅的把戏也就这点档次，可我大哥的婚事这回倒是真的老树开花了。前2天我哥还是没人要的老光棍，这些人呢，当初我哥要娶亲，他们嫌二房穷，嫌我是个拖油瓶，现在看我要盖大庄园了，一个个恨不得把自己闺女倒贴过来。尤其是那个之前因为5两聘礼把婚事搅黄的陈家，居然还有脸让媒婆送来一只老母鸡，说当初是开玩笑。姚丫头，你看陈家这回说了不要5两，给3两意思意思就行。这亲事告诉陈家，当初爱理不理，现在高攀不起。想要房子？做梦！我哥这种老实人得配个真心过日子的，想要趁火打劫的，全都给我滚进黑名单。我哥宁武脸红得像猴屁股，在后院连头都不敢抬。我看着那帮媒婆被我对得灰头土脸，心里那叫一个爽。哥，等房盖好了，妹子给你挑个全村最好的姑娘，咱不将就。婚事我能把关，但某些读书人的毒笔却在暗处给我使绊子。我那位大堂哥宁文似乎对他这个落魄堂妹的崛起很不满意。读书人的笔能杀人，但他怕是忘了老娘手里的砍柴刀那是真的见过血的。宁文的名声臭了，老宅那头算是彻底哑了火，但我知道在这种人际关系复杂的村落里，只有手里握着地气，二房的腰杆子才能真正挺直。我直接村头那块3亩大的肥地，那是咱宁家村的地王，之前买的3亩地，在这个时代就是资本。地契上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这是防范老宅2次吸血的防火墙。可地刚买好，麻烦就闻着味儿过来了。吴桂芳大概觉得我刚买地好欺负，天天放狗在我的地基上乱窜，甚至想往我盖房的木料上撒尿。这种恶犬在现代叫公共安全隐患，需要妥善处置。在古代，既然主子不教，那我就教教他怎么做狗。吴桂芳无非是想试探我的底线，觉得我会为了安生买2根骨头堵他的嘴。吴桂芳，管好你的畜生，要是他哪天不小心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可别怪老天爷没长眼。我这种在前世处理过无数突发情况的人，最不屑的就是口头警告。入夜后，工地一片死寂，
那条恶犬果然悄悄潜入，妄想在新地基里搞破坏。没有任何痛苦，也没有任何动静，妥善处置恶犬，追求的是效率和干净。我把狗送到了后山深处，让它自行离去。我知道，明天一早，吴桂芳一定会找过来，想在我家门口演一出碰瓷的戏码。但我手里已经准备好了2份大礼，一份是盖房的高薪招工，另一份是送他去县衙的体验券。吴桂芳，明天我会让你印象深刻，但盖房的大戏才拉开大幕。宁文的名声臭了，老宅那头暂时哑了火，我趁此机会争分夺秒的盖房子。要想速度快，工人就不能少，看来得多找一些工人了。在古代，瓦匠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镇上行情价是20文一天，还得自备干粮。我很清楚，想要质量，就得给够报酬；想要效率，就得收买人心。冯大伯，25文一天，中午管炖肉。我的要求只有一个，这房子的排水和地基必须按我图纸上的规格来，哪怕差1寸，也得给我拆了重砌。25文，姚丫头，这简直是给咱们全家送命钱啊！你放心，谁敢偷奸耍滑，我第一个饶不了他。多出那5文钱和1碗红烧肉，买的是工人们的绝对忠诚，把宁家村最有力的那几个汉子全变成我的安保团。消息不到半天就吹遍了宁家村的每一个墙角，我这儿成了全镇待遇最高的外派中心，连外村的壮劳力都想来碰碰运气。招人容易，管人难，只要听话的人，不要偷懒的人。我正利索的敲定名单，眼角余光瞥见老宅门口，宁老太那双贪婪的眼睛已经开始冒绿光了。没想到宁文的事没有让老宅这帮人善罢甘休，他那算盘珠子拨得全村都能听见，估计已经开始盘算着怎么把这2个25文的名额变成大房宁文的精神损失费了。戏来了，吴桂芳，你这难缠的人，终于要发挥他最后的余热了。招工只是第一步，既然吴桂芳想碰瓷，那我就教教他什么叫踢到铁板上了。金巧珠这人，以前咱家穷的揭不开锅，他连门都不往这边扫，今天倒好，一进门拉着我娘的手，亲得像是姐妹。大妹啊，我今儿过来是特地给姚丫头道喜的。我那大外甥赵文斌长得那是仪表堂堂，人高马大，绝对配得上你家瑶儿。文斌那孩子我是见过的，确实不错。可我家瑶儿这情况，人家不嫌弃。瞧瞧这说辞，赵文斌，我记得那是个除了长得人模狗样，实际上游手好闲的主。大舅妈这种见钱眼开的人，会舍得把好外甥送给我这个带娃的？金巧珠在那儿拍着胸脯保证，我娘心肠软，一听对方不嫌弃宁瑶有孩子，直夸大舅妈是个好人。以前借个钱都恨不得拿扫帚把咱往外赶，现在主动送男人上门，我看这仪表堂堂的背后肯定藏着见不得人的坑。王氏被忽悠的团团转，赶紧吩咐我去厨房弄几个好菜招待。金巧珠一听说有肉有鱼，那口水都要流到衣领上了，偏还装出一副不嫌弃菜色的嘴脸。金巧珠看着案板上的清蒸鲈鱼，眼珠子都快粘在上面了，嘴里却嘟囔着都是些素菜。哎呦，宁瑶丫头，大舅妈跑这一趟容易吗？你就拿这些菜招待我，这素菜烧得再香，那也没有水呀。大舅妈，嫌不好吃您可以不吃，这没人求着您留下来。吃着我家的，还嫌没有水？等会儿你要是知道了赵文斌在镇上欠的那100两赌债，怕是连这鱼刺都想吞下去。这门婚事背后的真相，很快就要在镇上的赌馆门口揭晓了。大舅妈，你这算盘珠子，怕是要崩了。那条清蒸鲈鱼明明是为了招待干活的汉子准备的，他一个人就风卷残云般吃掉了快半条。工人们还没怎么动筷子，金巧珠已经把鱼刺吐了一地，嘴里还塞着厚厚的菜叶子，那吃相简直不忍直视。大舅妈，您不是说我家的饭菜不好吗？还不如您家的，我看您吃的挺欢，不知道的还以为您饿了半个月了。哎呀，我这不是赶路饿了吗？再说了，我是客人，多吃2口怎么了？大妹，你瞧瞧你这闺女说的话多难听，吃着我家的鱼还要告我的状，这种人典型的一边端起碗吃肉，一边放下碗骂娘。他口中所谓的好婚事，他也就是这种档次。吃饱喝足，金巧珠抹抹嘴就开始念叨那门亲事。我没接茬，转头去洗我那猪下水，
那股子冲鼻的味道熏得金巧珠连连后退，捏着鼻子躲得老远，嘴里还碎碎念着我不懂得享福。金巧珠一脸嫌恶，却又舍不得走。她看着院子里拴着的福宝，眼神又亮了。宁瑶丫头，大舅妈走的腿都酸了，你家不是有小毛驴吗？肉类送我回去呗。行啊，您过来帮我把这些猪下水洗完了，我就有空送您了。想白嫖我的驴车？门都没有。一听说要干活，他走得比兔子还快。临走前还嘱咐我娘一定要多劝劝我。劝？明天去了镇上，我看谁该劝谁。这世上哪有平白无故的好心？大舅妈，你那仪表堂堂的外甥，怕是正在镇上给你准备惊喜呢。分家后，宁芬不用天天在老宅干杂活，倒也能跟着我出来见见世面。我们俩在街上吃完早点，刚准备去集市摆摊，就被路边一阵激烈的打骂声给吸引了过去。几个身强力壮的打手围着一个男人拳打脚踢，男人被打得满地打滚，求饶声传遍了半条街。赵文斌，你还敢来？欠的100两银子打算什么时候还？再筹不到钱，我们就把你这双爪子给剁了。姐，你看，那不是大舅妈介绍给你的那个赵文斌吗？还真是他。昨天金巧珠还在那儿夸他有出息，知根知底。今天就在这表演断手求生，100两银子，这大舅妈的心肠真是比大肠还黑。赵文斌被打得鼻青脸肿，趴在地上喘气。这么急着把亲外甥介绍给我，不就是看中我摆摊挣了点钱，想骗我嫁过去还债吗？太过分了，这不明摆着把简宁往火坑里推吗？回娘还觉得他是个好人。这就是所谓的刀子嘴豆腐心，这豆腐里怕是藏了见血封喉的毒。金巧珠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她精心编织的谎言这么快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碎成了渣。走吧，回去把这事儿跟娘说清楚，这样的亲戚以后能离多远就离多远。有些人为了钱，连基本的底线都不要了。不过这镇上的戏还没演完，苏子安那破鞋居然也想跳出来横插一杠。大舅妈的毒计破了，可苏子安的深情告白又上场了。今天还真是热闹的过分。赵文斌欠下100两赌债的事在镇上闹得沸沸扬扬，金巧珠这会儿还想在村里捂着盖子骗婚，简直是白日做梦。我正当众撕开他们的画皮，谁知人群里钻出个苏子安，一脸沉痛的看着我，那眼神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负了他多少情。瑶儿，你何苦把自己逼到这一步？我也不是不能纳你进门，虽是测试，但也总比你现在带着孩子受苦强。瞧瞧这股子扑面而来的普信味儿，以前嫌我是村姑，现在看我挣钱了，居然想奈我作侧。苏子安，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块回头草香的能招蜂引蝶？苏子安大概觉得他那秀才的身份还是个宝贝，只要他勾勾手指，我就得感恩戴德的扑上去。他那语气里的施舍，听得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金巧珠一看有戏，赶紧想顺杆爬。苏子安，当初退婚的时候我就说过，你这种人我连看一眼都觉得脏。如今拿这种话来恶心我，你是觉得我宁瑶记性不好，还是觉得你自己这张脸皮够厚？丢掉的破鞋，老娘从来没有回收的习惯。别说测试，你就是抬着8人叫来求我做正妻，我也嫌你这轿子晦气。苏子安被我对的脸色红白交替，还想借着名声2字说事，可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在接下来的这一声马嘶鸣中碎得连渣都不剩。苏子安的表演该谢幕了，因为真正的大腿杀回来了。苏子安在那儿自我感动的戏码还没演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就压过了所有的喧闹。楚一利索的跳下车，那通身的气派直接把苏子安这种穷酸秀才衬成了土坷拉。他一出现，仿佛连村口的空气都贵了几分。刚才谁说要纳本王的宁瑶姑娘做侧？这家伙每次出场都自带特效，这压迫感，我甚至能听见苏子安牙齿打颤的声音。不过本王，他这是打算在我爹娘面前摊牌了吗？叶瑾随手一挥，后面几辆大车上的箱子纷纷打开，那是刘云锦和上好的补药，还有一箱子沉甸甸的银锭，每一箱东西都抵得上苏子安10年的束修。这种被人当众捧在手心里的感觉，该死的宁瑶，你是个清醒的人，不要因为一堆礼物就心跳加速。
2个小家伙像小炮弹一样冲向叶锦，喊的那叫一个响亮。爹爹，这2个小叛徒什么时候被他收买了？瑶儿，这份回礼可还满意？苏子安灰溜溜的滚了，可我这院子门外却停满了叶锦带来的回礼。那些官窑出品的青砖，每一块都印着御用的戳，敲上去叮当响，清脆的像是银子落地的声音。这哪是在盖房，简直是在穷乡僻壤盖微缩版王府。110来号壮劳力热火朝天，冯大伯指挥着人卸货，手都在抖。叶锦负手站在高处，指挥若定，仿佛这地基是他打下的江山。这个男人人长得招摇，出手更是霸道。他送来的不仅仅是砖，还有顶级的木料。看着他抱起心儿和孩儿时那副温柔的能滴出水的样子，我这约法3章全成了废纸。冯大伯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好材料，干起活来那是拿出了压箱底的本事。宁家庄园的地基已经打好了，那排水管路是我亲自设计的，甚至还加了简易的取暖烟道。在这些土坯房邻居眼里，这房子盖得比神仙住的还玄乎。既然有人出钱，我也乐得清闲。能有一个帮你挡掉烂桃花的金主爸爸，这买卖我宁瑶不亏。瑶儿，这后院本王留了间房，你可满意？留房？你这是打算在我的地盘上常住啊？房子还在盖，心已经开始动了。但我很清楚，老宅那帮红眼病可不会看着这金山落成。人的嫉妒心有时候比蛇蝎还毒。宁老太以为2房只能等死，谁曾想我们不仅起了一座最横的宅子，还招了个身份尊贵的下人的姑爷。他那双贪婪的老眼盯着一箱箱卸下的丝绸布匹，终于还是忍不住，带着大房的人闹到了工地大门口。我挡在门口，身后的黑衣护卫一个个眼神冰冷。宁瑶，你在这儿盖房挣了这么多银子，却1分钱都不上缴，你是想背个不孝的骂名，让你爹娘被戳脊梁骨吗？祖产，当初这3亩地是我买下的荒地，您老现在跑来说是祖产。李正书被请了过来，看着您老太那副撒泼打滚的样儿，也觉得老脸没处搁。我直接回屋拿出了那份按了官印的地契，在众人面前抖得哗哗响。宁老太原本嚣张的气焰，在看清地契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时，瞬间萎了。老太太，这地确实是姚丫头自己买的，跟老宅没半点瓜葛。您要是再闹，我可以报官的。我看着安氏那双恨不得把砖头都吞下去的眼睛，心里冷笑，这还只是开始。宁老太灰溜溜的走了，走的时候还不忘顺走一根木料，那背影简直让全村人看足了笑话。闹吧，闹得越凶，我这段亲文书的含金量就越高。叶锦，戏看够了吗？眼神里写满了，只要你开口，我可以让那个老太太永远闭嘴。历时2月，这占地3亩的庄园终于落成了。青砖叠起的高墙，朱漆的大门，在这满是土坯房的宁家村，就像是鹤立鸡群。瑶儿，娘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这样的房子。这地是平的，这窗是透亮的，这一砖一瓦都是我带着爹娘从老宅那火坑里爬出来的，这才叫日子。院墙外，老宅的人缩在树影里，脖子伸得老长。安氏那眼睛红得像是要滴出血来，宁老太拄着拐棍的手都在哆嗦。他们怎么也想不通，当初那个被退了婚赶出门的丧门星，怎么就能住进连县城老爷都羡慕的大宅子里？看吧，你们就在墙外看着，这门槛你们这辈子也别想迈进来。以前你们嫌我客亲，现在我这宅子旺得发烫，可惜跟你们半个铜板的关系都没有。宁瑶冷冷地扫了墙根一眼，转身吩咐冯大伯给工匠们结算最后的工钱。在那厚厚的红封里，不仅是银子，更是2房在宁家村彻底站稳脚跟的铁证。房子稳了，根就深了，但我知道叶锦留在后院的那间房才是这庄园里最大的变数。搬进新居的第1晚，本该一觉到天亮，警觉的我捕捉到了后院一丝极轻的落地声，月光洒在青石砖上，清冷没有一丝人气。我披外衣靠近偏房，屋内灯火昏暗，叶锦倒影肃杀。这个男人深居简出，他送来青砖是官窑，请来护院是个顶个高手。
他口口声声为孩子，眼底却藏着尸山血海。窗内极低对话声，敬畏感藏不住。黑衣人半跪地金朝，在大周能用这种颜色的，除了皇亲，再无他人。他的身份比想象烫手。若是躲仇家，宁家村迟早卷漩涡；若是为孩子，我心揪了一下。叶瑾突然转过头，目光锐利地射向窗户。我迅速蹲下身，屏住呼吸，后背紧贴墙壁。我能感觉到杀气，可杀气悄然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声无奈的轻笑。瑶儿，夜深风大，若是睡不着，进屋喝杯热茶。果然瞒不过他，既然被发现，我也没必要躲藏。我倒要看看叶公子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推门而入，叶瑾正慢条斯理烧着炭火，仿佛肃杀的王爷只是错觉。身份揭开一角，不是安稳，而是更大风暴。我知道这顿茶怕是没那么好喝。炭火哔哔包包的响着，屋里氤氲着一股极淡的茶香。叶瑾坐在那儿，月光斜斜地打在他半边脸上，明灭不定。我看着他修长的手指捏着粗陶茶杯，竟生出一种这破旧木桌配不上他的荒谬感。以前我觉得他只是个有钱的阔少，想给孩子找个依靠，可刚才那一眼杀气绝不是普通富商能有的。他身后那个跪地的影卫喊他主子时的站立，分明是在面对主宰生死的君王。瑶儿，这世间有些事知道了未必是福。我留在宁家村，只为求一处清静，护你和孩子周全，并无恶意。清静，一个能调动官窑、随手掷千金的人，他的清静往往意味着更深的漩涡。但我没得选。公子身份尊贵，我无意探寻，但我这院子小，容不下太多算计。只要你能保心儿和孩儿一世平安，这后院你住多久都成。叶瑾看着宁瑶，深邃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激赏。他大概没见过哪个村姑在面对泼天权势时还能如此冷静地谈条件。他伸手轻轻扣了扣桌面，那一刻，这简陋的茶局仿佛成了某种重于千金的盟约。盟约已成，有些秘密一旦开启，平淡的日子就再也回不去了。凌晨2点，正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空气中突然多了一股子铁锈味，那是混合了夜露和杀气的味道。我猛地睁开眼，手已经下意识地摸到了枕下的短刀。这帮人身手比老宅那帮泼皮强了不知道多少倍，他们是来灭口的。看着那一抹寒光自向心儿的房门，我这心里的怒火一下就烧着了。与此同时，后院那个一直弱不禁风的叶瑾，手中软剑如毒蛇吐信，顷刻间便封了另一人的喉。看着他在我身边掠过，那种默契竟然像是合作了千百次。我顾不上惊讶他的武功，我只知道谁敢动我的孩子，我就要谁的命。战斗结束的极快，3个刺客躺在新铺的青石砖上。叶瑾收剑入鞘，甚至连呼吸都没乱。他转过身，看着满身杀气的宁瑶，眼神复杂。别怕，有我在，这只是开始。是啊，这只是开始。这官窑的砖，这朱漆的门，终究还是染上了血。既然安稳不可得，那我就杀出一个朗朗乾坤。我抬头看向叶瑾，自己的命运已经和这个男人彻底绑在了一起。叶瑾的人手脚极快，那些原本横在地上的尸首，像从未存在过一样消失在夜色里。我看着宁大德和王氏屋里依旧亮着的昏黄灯火，那里面是他们安稳的呼噜声。这份安稳是用人命换来的。看着这干净的过头的院子，我心里没有一点轻松。现在这青砖高墙内竟成了真正的博弈场。叶瑾他什么都没说，可我知道他这是在用鲜血回答我。第二天清晨，王氏照常起来洒扫，嘴里还念叨着昨晚好像听到了猫叫。我笑了笑，顺手接过了他手里的扫帚。瑶儿，你这眼圈黑得厉害，是不是换了新屋睡不踏实？娘，我是高兴，看着这亮堂的院子，觉着日子有盼头。盼头是有，可悬在头顶的刀也更利了。叶瑾坐在那儿喝粥，神清气爽的，像是昨晚那个杀神只是我的幻觉。他递给我一个眼神，那里面写着4个字：各取所需。只要不把麻烦引到我爹娘跟前，这种命悬一线的契约，既然签了，那就只能一路黑到底。痕迹抹平了，
可大庄园的风声已经传到了县太爷的耳朵里。富贵迷人眼，这第一波官场试探马上就到。宁家村多少年没见过官轿了？当县令那顶蓝泥小轿颤悠悠停在庄园门口时，个个伸着脖子往这瞧。李正跟在轿子后面，那脑门上的汗就没停过。他大概在想，宁家这二房到底是招了哪路财神？宁瑶姑娘，本官听闻宁家村出了位奇女子，白手起家盖了这等豪宅，特来看看这砖瓦成色不凡呐。这是来探虚实，还是来打秋风？我这砖瓦的来路说出来，怕是能吓掉你头上的乌纱。县令刚想拿于志的名头压我，结果眼神扫到偏厅里那个正在翻看书卷的玄色背影。叶瑾只是微微侧了侧头，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上位者威压，让县令当场打了个寒噤。大人客气，民女不过是做点小生意，全赖贵人扶持。大人请喝茶。看着县令那副如坐针毡，连茶都不敢喝满口的样儿，我心里总算稳。叶瑾这尊佛虽然烫手，但在这种地方确实比任何护身符都管用。临走时，县令不仅没敢要银子，还客客气气的许诺要给宁家表彰。全村人看着这一幕，那些原本还在嚼舌根的老宅亲戚，这会儿恨不得把头埋进地缝里。官面的壳子立住了，该是里子发力的时候了。宁记卤味正式进城。县城最繁华的东街，那间原本无人问津的铺子，今天一早就冒出了一股子勾人的香味。那是几十种香料混合着油脂，在锅里熬煮了几十个小时的味道。这种味道，在这个调味单调的年代，简直就是一种感官上的掠夺。以前大家都觉得这是剑舞上不得台面，只要方子够绝，石头也能变成金子。看着那些原本捏着鼻子走的人，被香味勾得一步步退回来，我就知道这生意成了。铺子门前排起了长龙，连百香楼的掌柜都偷偷打发伙计过来排队买样本。宁芬在旁边收钱收得手软，那铜钱落进匣子里的声音比任何丝竹管弦都好听。姐，卖空了，不到晌午，3大锅全卖空了。稳着点，生意好，嫉妒的人也多。这只是开胃菜，卤味火了，猪下水的供应链就得攥在手里。我看着那满街飘香的味道，仿佛看见了宁家庄园后院那些正在扩建的仓库。傍晚收工，我数着那沉甸甸的银子，心里却没完全放松。马路对面百香楼的2楼，有一双阴鸷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的招牌。动了别人的蛋糕，麻烦迟早会来。不过现在的我，不仅有叶瑾的剑，还有这一县城被我养刁了的胃。生意火爆引发恶性竞争。百香楼，你们这出诬陷戏准备好怎么演了吗？县城东街从来不缺热闹，但今天透着一股子烂泥味。宁记的香气还没散开，地痞就掀了桌子，喊着吃坏了人。围观百姓越聚越多，百香楼掌柜正等着看我这小店关门大吉。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好歹找块新鲜的赃物。这块东西边缘干硬，分明是提前准备好的陈年旧货。我这锅卤水一天12个时辰不停火，什么东西进去不被煮烂？既然你们想玩，那我就让全县城都知道，这百香楼的饭菜到底是谁在做。我没叫报官，也没急着辩解，直接从锅里舀出一勺滚烫的卤汁。诸位请看，我这卤汁加了秘制香料，若是新鲜肉食，预热定会散发酱香，可这东西一预热，透出的竟是腐臭味。地痞带来的东西是为了栽赃而刻意弄脏的死肉。舆论瞬间反转，食客们开始对着地痞指指点点。我趁热打铁，宣布买2送1，当众演示如何用草药洗净猪下水。这种透明的净化过程比任何口头保证都管用。这一局反而让宁记名号在县城彻底扎根。喧嚣散尽，冬夜的寒气像是一条细蛇，顺着门缝往里钻。楚姨敲开我房门时，手都在抖。我走进屋，闻到的不是花雕酒的味道，而是浓得散不开的药味和血腥气。叶瑾半靠在榻上，脸色白得像纸，额头渗出的汗珠在烛火下亮得惊人。这伤口至少有3-5年了，在原著的描写里，那是万箭穿心留下的后遗症。这种程度的救急，他居然能忍着，甚至昨晚还帮我杀敌。我心里那根一直紧绷着的，
防备他的弦突然就断了。我拧干了热水，替他擦拭着那滚烫的额头。他在昏迷中发出一声低喃，那个名字极轻，却像重石砸进了我的耳朵。原来他的对手不仅仅是京城的刺客，而是那个最至高无上的地方。可看着他此时像个孩子一样攥着我的衣角不放，我竟然生不出半分想要抽身而退的念头。他留给我的那块官窑暖玉，此时贴在心口，竟然比那炭火还要烫手。我握住他冰冷的手，在这寂静的冬夜里，第一次感觉到了两个灵魂的共振。伤疤揭开了秘密，也拉近了距离。命祭卤味的火爆，终究引来了京城里那些恶狼。县城的铺子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浑身绫罗缎子，手里掐着2枚通体透亮的狮子头核桃。他开口便要买断我的秘制方子，出的价足足能在京城买下一座进深3处的宅子。在旁人眼里，这是从天而降的富贵，但在我眼里，那是系着死结的索命绳。商贾眼神贪婪，想要方子是假，想要探查我背后的人是真。这京城里的权贵若想抢生意，从来不会多费口舌，除非这生意背后的主子让他们忌惮。此人坐姿端正的过了头，指缝里还有常年握剑磨出的老茧。一个所谓的商贾，哪来这么重的杀伐气？既然你们想拿方子去复命，那我就给你们一个能吃死人的方子。我没拒绝，反而装出一副见钱眼开的村姑模样，颤着手接过了他那张3000两的银票。随后，我当着他的面亲手写下了一份加了18反、19味药理陷阱的方子。掌柜的，这方子最重火候，尤其是这乌头与半夏的配比，少1分则不香，多1分那可是要命的。这种香料配比，闻起来确实异香扑鼻，可若是长期食用，便是慢性剧毒。我看着他如获至宝的收起那张纸，心里冷笑。叶瑾在屏风后轻轻拨弄了一下琴弦，那声轻响，像是给这位探子送行的丧钟。他走得急促，仿佛怕我反悔。银子虽然好，也得有命花才行。这京城的风，终究是吹进了宁家村的田野。假方子抛出，京城局势瞬息万变。而此时的宁家村，马氏正拎着最后一点尊严，踏进了大庄园。这种天，老宅那边应该是连炭火都舍不得烧的。分家还没半年，大房那个不争气的宁文不仅落榜，还欠了一屁股的酒债。四婶马氏站在我这大庄园的影壁前，手局促的在打满补丁的围裙上搓个不停。马氏男人老四是个闷葫芦，眼看着孩子宁鹏连说亲的彩礼都凑不出，这曾经最硬气的四婶到底是低了头。姚丫头，四婶知道以前对不住你们，可鹏儿大了，老宅那边实在是没了活路，你这铺子里若还缺个跑腿的，能不能给口饭吃？这种时候施舍2两银子最简单，可我最明白，一生米养恩，一斗米养仇。马氏是宁家村少有的清醒人，当初若没他那一脚，二房这分家还没这么顺。看着宁鹏那双被生活磨粗了的手，我想起的不是老宅的恩怨，而是这宁记版图里缺位的一环。我没答应让他当跑腿的，而是提出让宁鹏去庄园后院跟着冯大伯学养猪和收获，这叫授人以渔。四婶，跑腿不长久，鹏儿若能把这后院的进出货管明白，以后县城的铺子分号我也能交给他。马氏那双浑浊的眼一下子亮了，那是绝望中看到的火种。我娘在一旁看着，想劝又不敢开口。我知道她心软，但这庄园的规矩必须是我说了算。让马氏倒戈，不仅仅是为了帮衬，更是为了让老宅那头彻底变成一座孤岛。马氏千恩万谢的走了，宁鹏留了下来。宁记的生意不再是二房的单打独斗，但宁家最后的那道血缘屏障也因为宁文变成岌岌可危。宁家村的清晨是被一阵刺耳的砸门声和哭喊声撕开的。宁文那张原本自诩清高的读书脸，此时肿得像个猪头，被几个带刀的赌坊打手像拖死狗一样拖在地上。30两银子对老宅来说是天价，对现在的二房来说不过是几天的流水。但贪婪这种病从来不靠给钱能治好，它只会让病人觉得你手里剩下的所有银子都该姓宁。画面，庄园门口，安是哭得几度昏厥，宁老太颤抖着手指着我，那眼神里没有半点求人的卑微，全是理所当然的索取。宁瑶，
文儿是你堂哥，他是咱们宁家的指望。你那卤味方子值几个臭钱，拿出来给文儿抵债，这叫救命！救命！在他们眼里，宁文的命是命，我这儿的一砖一瓦就是随手可丢的土块。原著里这个描写的真阴暗，安氏甚至背地里跟债主嘀咕，说宁芬那丫头长得水灵，想拿我堂妹去抵那30两的窟窿。这种烂到根里的亲情，多看一眼都觉得脏。我守着这院门，就像守着一道物种的隔离墙。债主在旁边冷笑，刀锋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我回头看了看躲在影壁后面瑟瑟发抖的宁芬，心里那股子厌恶感终于到了临界点。老宅的人不仅要吸干二房的血，现在连二房带回来的人，他们也想卖了换钱。我若是现在给了这方子，明天他们就能卖了这房子。哎，债是他欠的，方子是我挣的。你们若是觉得宁文值这30两，就把老宅的屋地卖了。想动我的方子，除非我死了。软硬不吃，宁老太终于使出了最后一招，逼亲爹。宁老爹终于出面了。他已经老了，卑躬的像一张旧弩，可手里那根烟袋锅子却依旧沉得吓人。他紧紧盯着他的亲儿子，那个为这个家当了30年牛马的宁大德。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大侄子被打死，你的心是石头长的吗？我听到什么碎掉了，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试图用勤劳和顺从来换取的一点父爱。宁大德没抹脸上的雨水，只是那样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父亲，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他的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惶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死寂的冰冷。爹这一巴掌我受了，就当是还了您生我一场的恩情。漂亮，老爹终于把自己从那口枯井里捞出来了，那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解脱。宁老太还在旁边尖叫，安氏还在咒骂。这一夜，二房的灯火通明，老宅的哭嚎震天。我知道宁老太绝不会善罢甘休。京城派来的死士没费多大力气，就在老宅那堆烂泥里找到了最合适的向导。他大概以为只要二房乱了，他就能趁乱摸进金库，带走他心心念念的卤味方子。我猛地惊醒，手里的短刀出鞘时，空气中已经有了淡淡的铁锈味。我在墙角看到了安氏的头巾碎片，那一刻我浑身的血都凉了。这种恶已经超出了我对人类底线的认知。我攥紧了刀柄，手心全是冷汗。杀手已经摸到了心儿的疮根，那种专业的杀意让我这个曾经见惯生死的特警都感到了战栗。在第一名刺客推门的瞬间，我从房梁上俯冲而下，那是母狼护犊时最后的疯狂。刺杀演变成混战，而真正的正主叶瑾正带着漫天箭雨赶来。如果说宁家是一座即将倒塌的危房，那四神马氏就是最后那根被压断的梁。他平时看着泼辣，其实是为了护着自家的男人和孩子。今天看着大房什么都不干，还要抢老二老三的卖命钱，他彻底炸了。分家，今天必须分家！凭啥我们几房人拼死拼活，最后全给大房当牛马？宁文读书费钱，我家宁鹏成亲就不费钱了。漂亮，这一嗓子直接吼出了积攒几十年的怨气。在这个家，大房的贪婪是病，安氏的懒惰是毒，而我奶的偏心就是那把催命的刀。宁老太急急忙忙跑回来，还想用那套不孝的紧箍咒压人。马氏压根不吃这套，他直接抄起灶台上的铁勺，重重的摔进了还没刷的锅里。大嫂，你也是当妈的人，你的心是长在背上的吗？老二家孩子快饿死了，你不眨眼，老二家挣点钱，你倒像闻着腥味的猫。今天这饭谁爱做谁做，老娘不伺候了。马氏的爆发只是导火索，接下来我会让这场火烧得更旺一点。来，您省省演技吧，现在的宁家已经没人会为您这出戏买单了。宁老太瘫坐在地，看着这个平日里被他拿捏得死死的家瞬间四分五裂，他终于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县城的铺子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浑身绫罗缎子，手里掐着2枚通体透亮的狮子头核桃。他开口便要买断我的秘制方子，出的价足足能在京城买下一座净身3出的宅子。
在旁人眼里，这是从天而降的富贵，但在我眼里，那是系着死结的索命绳。商贾眼神贪婪，想要方子是假，想要探查我背后的人是真。这京城里的权贵若想抢生意，从来不会多费口舌，除非这生意背后的主子让他们忌惮。此人坐姿端正的过了头，指缝里还有常年握剑磨出的老茧。一个所谓的商贾，哪来这么重的杀伐气？既然你们想拿方子去复命，那我就给你们一个能吃死人的方子。我没拒绝，反而装出一副见钱眼开的村姑模样，颤着手接过了他那张3000两的银票。随后，我当着他的面亲手写下了一份加了18反、19味药理陷阱的方子。掌柜的，这方子最重火候，尤其是这乌头与半夏的配比，少1分则不香，多1分那可是要命的。这种香料配比，闻起来确实异香扑鼻，可若是长期食用，便是慢性剧毒。我看着他如获至宝的收起那张纸，心里冷笑。叶瑾在屏风后轻轻拨弄了一下琴弦，那声轻响，像是给这位探子送行的丧钟。他走得急促，仿佛怕我反悔。银子虽然好，也得有命花才行。这京城的风，终究是吹进了宁家村的田野。假方子抛出，京城局势瞬息万变。而此时的宁家村，马氏正拎着最后一点尊严，踏进了大庄园。